这个要移除，这个要移除，然后充电孔再也要移除。那我看苹果距离要移除这个萤幕的 iPhone 应该不远了。OK， 好，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苹果的消息，那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那我们就先从一个坏消息开始啊，那就是我们先讲到了苹果本来预期在今年可能会推出的 M2 版本的 Mac， 那这里面包括 M2 的 Mac Mini 或是 M2 Pro、M2 Max 的 MacBook Pro。那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可能在今年底并不会看到苹果这个推出。那这个首先呢 ，Bloomberg 的 Mark Gurman 他们在苹果内部里面得到消息是说，苹果今年底的计划是没有安排这个系列的 Mac 要推出。那再来呢，苹果在财报的时候呢，也间接的证实了这一点啦。那他们提到的讲法是说，今年底的财报，今年第四季的营收跟去年比起来会有一个退步。那他们提到的理由是说，因为他们在去年底有推出一个全新系列的 Mac，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去年底的营收是会比今年好。那这样虽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说，我们今年不会推出，可是这个用语感觉起来就是说，因为年底没有在一个新的产品推出嘛，那相比去年有 iPhone 啊，有新的 Mac， 所以他们整体的营收是比较亮眼的。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也说，今年底应该就是不会看到新的 Mac。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有非常多的原因啊。第一就是其实现在 M1 Max 或是 M1 Ultra 的 Mac， 它的整体表现效能来讲还算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看这个笔电的市场上面，如果你说一个低耗能那么强效的笔电来讲，其实市场上也没有其他竞争的对手。那或许也是这个原因，苹果有点放慢他们的脚步，也等到说这个产品真的开发完整之后再来推出，他们也没有那么急。可是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在 M1 Pro 或是 M1 Max 的 MacBook Pro 上面，在很多不同的销售管道都看到有非常大的降价。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能看到是差价1万多台币的这个打折哦，那在美国可能你会得到更多的降价。那这也是首次我在台湾看到这个新的 MacBook Pro 的价格可能跟美国算是非常接近。那这个某方面也因为现在汇率的调升啊，如果你要再去美国买一台回来的话，那以现在的汇率算起来，有一些在台湾这些打折过的产品可能会是比较划算，因为这些商品当初推出的时候是以去年或是前年的汇率推出去定价的，所以再打折下来，其实这个价格算是非常诱人，连我都在想说，是不是要换一台16寸的来试试看？好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有在预期今年底可能会推出一些新的 Mac 的人，我们可能今年会看不到了。OK， 那下次我们就来讲到就是关于 iPhone 14系列部分。那最近有蛮多很有趣的这些消息传出来，而且还有一些部分是苹果官方自己讲出来。那首先呢，苹果官方自己说，他们在今年底的 iPhone 14 Pro 系列，那他们特别讲的是 Pro 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可能在美国碰上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可是他们说，因为现在在中国的清零政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 iPhone 14 Pro 系列上面的产能又在向下降，所以很有可能罕见的苹果在今年的这个年底的旺季会有不够的手机让他们去卖。这个某方面来讲，可能苹果或是鸿海要去平衡说，他们以后在生产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要完全压在同一个国家？那尤其现在又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啊或是疫情的因素去影响到。那反过来呢，我们又看到关于 iPhone 14数字系列的产能要增加的这个消息。那因为前日子才提到说要减产，那现在为什么又有这个产能要增加的消息传出来？以分析师的讲法是说，他们可能会有一波蛮大的降价，特别要去推 iPhone 14系列。那可能也某方面是因为14 Pro 系列的产能不足，那或许他们可以以比较低价的14或14 Plus 系列来吸引消费者愿意去升级。那其实这个降价会不会直接在定价上面看到它的降低？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因为其实在美国那边，我们平常去分析说一只手机它的销量怎么样，或市场反应怎么样，就是看到电信商多快去推出这些折扣价。那其实在那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折扣价，就是可能手机才刚推出1-2个星期，那我们就看到可能买1送1啊，如果你续约1年、续约2年，就再送第2支或是第3支哦。那我真的看过一些非常夸张的优惠方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因应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啦。如果说苹果没有足够的 iPhone 14 Pro 的话，那至少他们可以以更低价的14跟14 Plus 来吸引更多消费者愿意去更换。因为其实普遍的消费者他们或许也不太真的在意是不是使用到的是 Pro 系列，或是上面的一些功能可能是只是帮家人换机啊，帮家里的小孩子去换新手机的话，那如果这种时候推出买1送1去续约的这些方案的话，通常都会得到不错的效果。那其实先前在其他厂牌的手机比较容易看到这个现象，就是 Android 系列的阵营的手机算是蛮频繁，可能刚推出1个星期、2个星期，那就刚好碰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折扣。我们到时候看看说到底它整体的这个售价定价部分
分会不会真的向下调降？那如果真的有看的话，那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罕见。因为除了在 iPhone 第一代，我也记得有发生过刚发售第1-2个月就降价的情形。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好像在其他机型的 iPhone 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呢，因为苹果在 iPhone 10系列上面跟它里面使用的这个组件有点做了一个蛮大的调整啦。那或许也应该用更低的售价来反映它真正的价值。好，那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讲到现在传出来会移除 iPhone 上面按钮的这个新闻。很多观众问我，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传闻，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去想 iPhone 的过往，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像没有可能去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在旧款的 iPhone 设计，就是目前在 SE3 上面还沿用那种设计，大家记得上面有一个指纹按键。那其实那个按键在先前也是一个实体的按钮，就是你可以按下去。后来可能因为有很多问题，有人的按键可能进水啊，或是卡污垢啊，发生很多问题，那按键可能会是一个故障率最高的地方。那当然，现在到了全萤幕的 iPhone 设计上面，其实我们在萤幕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按键。那最常会去按到的地方，当然也是它的这个开关键，然后还有这个音量键。会不会是这些部分也是你可能摔到它的时候，或是你平常常在使用的时候最容易故障的地方呢？我自己感觉是还好，至少我这几代的 iPhone 从来也没有碰到这些按键失灵或是不能按下的问题。可是我们更深一层去想，苹果每次在移除，像是上次移除耳机孔的时候啊，移除这个实体按钮啊，移除这些东西的时候，苹果很多的讲法就是说，为了让这只手机有更好的防水，或者是让它机体内部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所以他们去做这样的设计。那这一次呢，如果这3个钮一次去把它移除掉的话，那据说也是可能在预期的 iPhone 15 Ultra 就是最顶规的，会先看到这样的设计更改啦。我认为如果苹果会推出这样的设计，去移除3个剩下的实体按键来讲，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措施。那像大家可能担心说怎么重开机啊，怎么强制开机啊，怎么去调整这些问题，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个人觉得倒是还好。你可能反正比较要去担心的是说，手机壳的这些部分，他们在设计上面要怎么去做更改？因为现在都是一个实体的方式，你可以按下去。那如果是变成像那种你要触控的方式去压力侦测、去按压的话，那它这个按钮设计可能最简单就是让旁边整个打开，让你需要手实体去触碰到去按压。但是呢，这个又会影响到手机壳的厚度，会不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按压，或是影响它的按压感？所以可能在整个手机壳的按钮上面又要去做一些蛮大的革命啊。如果真的推出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最头痛的应该是这些手机壳厂商。那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可能性低的讲法，有人说，要这样做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也想把指纹解锁放回来 iPhone。那其实你看现在 iPad Air 上面的这个指纹解锁键，它也是指纹解锁结合一个实体按键，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做这样的改变，只是为了让它可以指纹解锁？我倒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实际的意义或是必要性在那里。那以现在这个疫情也趋缓，然后 Face ID 也可以直接在口罩解锁的情况下，那如果又再放回指纹键在旁边的这种解锁方式，感觉起来又好像又向后退了一点，因为其他厂商都直接把这指纹解锁放在荧幕下面。所以关于这个观众提问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偏低的，应该不会是为了指纹解锁，或是指纹解锁有可能因为这样回归，然后才做出这样的设计或是这样的消息才传出来。所以我个人偏好还是可能里面机体需要更多更大的空间。那像我们刚刚预期说，可能是在 iPhone 15 Ultra 就是他们最顶规的这个机种才需要放入这样的功能的话，那很有可能嘛，像我们现在所知道说，它可能会是第一台使用这种潜望式镜头的 iPhone， 自然它里面机体就需要更多的空间，因为潜望式镜头它占的空间其实就不小。那同时间你又要保有它可能既有的体积，那又要放入一样大的电池容量的时候，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小的设计更改可以去换来那么一点点空间。那不管是在我刚刚讲的可能放入更好的配件、更大的电池，那可能还有它机身重量考量下面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OK， 好，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然后分享你们对以上3则新闻的看法，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哦。好，那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